他虽然已经21岁了，却从来没有吃过水果糖，就连进到商店里也是头一次，但他却不舍得给自己买任何东西，只是陪工友来买白砂糖而已。看出他的窘迫，老板娘没有冷嘲热讽，而是搬来梯子，准备去拿货架最高处的白糖。然而由于力气不够，根本就搬不动。此时门外的男人只是对着他的好身材吹口哨，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过来帮忙。老板娘对这种不怀好意的眼神已经见怪不怪，她走到门口，将唯一没吹口哨的伊万叫进来，这瞬间让其他男人羡慕不已。Извините. Сати ребенок. Она кутия. 伊万一心帮老板娘拿货架上的盒子，完全没料到这一次不经意的碰撞竟然撞进了詹娜心里。临走前，老板娘盛出一勺水果糖递给詹娜，詹娜连连摆手说她买不起。Ne moraš platit, ajde. Aj, uzmi kad ti gospoja daje. Aj, šta si ukočila? Hvala. 詹娜小心翼翼将糖果收好，之后和工友一起去村口的大树旁边等待老板们过来挑选。见几个老板远远地走过来，所有人都紧张地站起身，然而被挑中的却大都是身强力壮的男性。就在詹娜以为自己今天没活干赚不到钱时，村里拥有土地最多的老板马克出现了。没想到他竟是伊万的父亲。马克雇佣包括詹娜在内的12名工人去收割葵花籽。詹娜一方面为有工作感到开心，另一方面则因见到伊万抑制不住的窃喜，却不知道此时一个无形的大网就在慢慢向他收紧。在收获的1周时间里，老板不仅要支付工钱，还要对所有人包吃包住。相比于老板娘的冷漠和高傲，马克作为老板却十分亲和，只是看向詹娜的眼神总是让他感觉很不舒服。尽管住的地方是堆满稻草的柴房，吃的是没有油水的粗茶淡饭，但对于邻国逃难来的孤儿来说，已经是一种幸福。詹娜对此没有任何怨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工人们就开始收割任务，直到中午老板娘将午饭送过来，他们才有休息时间。由于饭菜太热，大家都等凉了再吃，可老板娘却认为他们在偷懒，故意延长休息时间。她怒气冲冲给每个人碗里都加1勺冷水，但这个行为却让伊万觉得非常不妥。Mama, mani se toga dugi dan, sve će se slično praviti. 伊万的善良让詹娜对他的好感再度加深，却从不敢奢望自己能飞上枝头。然而一个让他靠近心上人的机会却突然送上了门。第二天，伊万母亲拿出一根已经没有肉的骨头，准备给工人煮汤，没想到一个不小心竟然扭伤了双脚。由于家里没人煮饭做家务，马克于是去找了詹娜，让她在这段时间内多留在院子里帮忙，不用去收割葵花籽弄得满手伤痕，又可以近距离和伊万接触，同时还能拿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工资。这对詹娜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事。她一心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喜悦中，完全没注意到一双罪恶的眼睛正时刻在盯着她。很快田里的葵花籽已经收割完毕，所有人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工钱。詹娜特意做了一个钱包挂在脖子上，将钱收好后小心塞进衣服里。就在她准备离开时，老板马克却突然开口，问他是否愿意留在这里一段时间。Imala bi ranu i spavanje, a spremili bi ti koji dinar. Dok se gazdarica ne oporavi. Pa može. 就这样，詹娜如愿留了下来，也从堆满稻草的柴房搬到了有床的小房间。早上公鸡刚刚打鸣，她就睡眼惺忪爬起来，穿好鞋子去猪圈做清理工作。伊万看她没有干活穿的胶鞋，于是找出一双旧的拿过来。詹娜从未穿过这么好的鞋子，生怕弄脏弄坏了，可伊万却霸道地让她立刻穿上。Izba treba ugaziti. Navikla sam ja na svašta, pa i na mokre noge. Nisam ti ja nikaki gazda, ne zvati ga. 两人亲密交谈的画面被马克全都看在眼里，他复杂的情绪很快就被愤怒所取代。在伊万修理播放赞歌的挂画时，他突然爆发，表面上是嫌弃音乐声太吵，可妻子却很清楚这股无名火是从何而来。詹娜根本没料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。忙了一早上，她终于有时间给自己洗漱，紧接着又要去准备早饭。她去鸡窝捡了几颗鸡蛋，为一家3口做了可口的饭菜，而自己只能站在一旁听候差遣。她眼神不敢和伊万对视，只是羞赧地说等下会把胶鞋擦干净，但伊万却仿佛没听见一样。马克见状，让他把收音机关掉，出去做事。可詹娜从没见过这么高级的电器，完全不知从何下手。尽管妻子表现出一脸嫌弃，马克却拆台说刚买回来时他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学习。
看出詹娜的局促不安，马克于是和善地表示，这段时间了解到他的人品很不错，决定给他一个机会。Rekla si da nemaš nigdje nikog. Da. Ne. Ja sam konto, što mi tebe ne bi udali za našega Ivu. 父亲的决定让伊万夺门而出，但马克却说他只是害羞而已。尽管詹娜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又拿不出任何嫁妆，但他们完全不介意这些外在东西。一个初见就让詹娜心动的男人，还是村里首富的儿子，这样的家世背景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高攀，更何况是詹娜这样一贫如洗的孤女。这一晚是詹娜20年来睡得最美的一觉，就连地上的小老鼠似乎都在为她跳舞庆祝。可他哪里会料到，前面等着他的竟是一个让他窒息的深渊。得知他即将要嫁人时，商店老板娘亲自来给他量身定制礼服，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，把每一处细节都做得完美无瑕。从第一次见面送她糖果开始，老板娘就对这个害羞的小姑娘很有好感，也由衷替詹娜感到高兴。婚礼当天，伊万和父亲心事重重坐在院子里，而詹娜则忐忑地坐在房间，任由村里年长妇人给自己打扮说教。直到坐上婚车那一刻，詹娜才露出嫁人的喜悦，开心地和大家挥手打招呼。然而作为新郎的伊万却紧绷着一张脸，这也瞬间把詹娜的好心情浇灭。在教堂亲吻新娘的环节，伊万更是蜻蜓点水般掠过，完全没有新婚该有的喜庆和激动。这场盛大的婚礼一直持续到晚上，婚宴开始后，全村所有人都来为这对新人送祝福。相比于伊万的冷漠，作为父亲的马克却兴奋地又唱又跳。在新人收贺礼的环节，他假装不经意坐到一对夫妻中间，他一只手搭着男人的肩膀，而另一只手却来到桌下撩起男人妻子的裙摆。丈夫和村里大多数女人有染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一直以来，伊万母亲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却不能说也不敢说。尽管周围歌舞不停，热闹不断，但一向细心的商店老板娘却看出了不对劲。作为新郎的伊万整晚闷闷不乐，甚至和新娘也完全没有交流。Aj ne bulji stavu njih. A jadan Ivan neće se usrećiti. Jedna Bosanka. Baš si pijan. 老板娘丈夫和马克是几十年的老朋友，对他家里的情况一清二楚。如果不是今天喝醉，他断不会将这个秘密告诉妻子。而老板娘在听后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也知道这场婚姻注定是一场悲剧。这场婚礼一直持续到凌晨才结束。回到房间的伊万倒头就睡，完全不理会自己的新婚妻子。第二天一早，伊万母亲便将两人洁白的床单拿走，她把积雪抹上去后，再放水里清洗，之后拿到院子晾晒，伪装成两人洞房的假象。此时尽管詹娜已经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，却还是要做些吓人的工作。侍奉完一家人用餐后，再由婆婆指导做其他家务。婆婆把自己年轻时的旧衣服拿给她，让她换掉身上的粗布麻衣，不要给家里丢脸。Da, Jani. Kad imaš ono svoje vrijeme u mjesecu, onda dite nemoj višat krpe na prid, nego iza ubašći. Taki je običaj. Jesi razumila? 最后指着客厅那幅画告诉詹娜，每周六都要小心扫除上面的灰尘，这是她的家传之宝，也是嫁妆的一部分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能弄坏了。詹娜牢记婆婆的每一个叮嘱，也学会了将食物放在井里保鲜。就在她打扫院子时，村里最爱八卦的妇人竟然上门来借盘子，而她真正目的其实是探究两人是否已经圆房。晚上当詹娜做完所有家务，已经到了10点，然而她刚回到房间，伊万却拿着猎枪要去打猎。接连几天他都是晚上出门，白天回家，詹娜想要和他说话都没有机会。这天詹娜从家里捡到老板娘的项链，于是跟婆婆请假出门去了一趟商店，亲自去还给她。项链盒里放的是老板娘已故父母的照片。Šta je s tvojima bilo? A mama je se i dosjećam, onako samo lica. A tatu nisam poznavala, ali mi je pričala tetka da je bio baš zgodan i da imao velike crne brkove. Sama s tetkom živiš. Pa živjela sam s tetkom i tetkom dok... Ma meni je tetak bio baš dobar čovjek, ali je volio popit i... Ma nema veze. Glavno da smo mi žive i zdrave, jel da? Je. 或许是同为孤儿的原因，所以他对詹娜也格外心疼。为了表达谢意，他本想送詹娜一双新胶鞋，但现有的尺寸是40码，而詹娜却是38码的小脚。他毫不嫌弃詹娜又湿又脏的双脚，亲手测量好后，准备给她一个惊喜。从商店回来，詹娜尝试着打开收音机，
但接连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。就在这时，马克走了进来，他不仅亲自示范，还时不时逗詹娜开心，完全不像婆婆那样高傲。但更让他欣慰的是，伊万对他也不再像最初时的冷漠疏离，尽管还是不愿多说一句话，却在妻子搬不动水盆时主动过来帮忙。然而就在詹娜越来越接近幸福时，她的美梦却在此时彻底破碎。这晚婆婆让詹娜把樱桃酒分装，而她则要去教堂，很晚才能回来。詹娜学会了如何打开收音机，一边听音乐一边将每个瓶子都装满。因为偷喝了几口，脸颊红润的像一颗熟透的樱桃一样。马克看到这一幕，悄无声息走进来，趁詹娜弯腰，直接从后面抱住她。虽然他只是假装在帮忙，但詹娜还是不动声色，慌忙跑过去开门。本以为只是自己误会多想，可没想到从仓库出来，还是没能逃脱马克的魔掌。被侵犯的詹娜羞愤难当，又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她本想偷偷将这件事告诉伊万，然而婆婆却有意无意不让两人单独相处。詹娜被迫和马克一起去田里收南瓜，没想到马克竟然厚着脸皮说自己不是坏人，不希望詹娜有任何畏惧。如果他把这件事说出去，那受尽白眼的人也会是他，而不是自己。詹娜忍气吞声，不敢再多说。她没有权势，没有依靠，只能将苦水往肚子里吞。Jučer u dućanu pričaju da je Jozif Stip pa potira ženu. Pa zašto? Kaže Seka da je snaša bila jalova. 回到家，婆婆故意让一个村妇来家里讲八卦，说一个男人把生不出孩子的妻子赶出了家门。婆婆的目的果然达到了，担心被赶出去的詹娜到底还是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。这天她去商店时，老板娘把到货的38码胶鞋送给她，作为她捡到项链的酬谢。临走前又塞了一大把水果糖给她。这是詹娜第一次穿新鞋，兴奋的一直舍不得脱下。然而婆婆在看到后却大发脾气，认为是马克出钱购买。但更让她焦躁的却是看到詹娜在晾晒姨妈巾。她二话不说冲进厨房，怒骂詹娜是个不祥人，竟然敢将她陪嫁的盘子打碎。詹娜想要替自己辩解，但婆婆却扯着她的头发不放，直接将她丢在门口。马克尚且替詹娜说了几句话，可作为丈夫的伊万却像是没看见一样。风波过后，婆婆又换了一副面孔，她让詹娜把墙角的白菜全都清洗干净，准备腌制过冬的酸菜。交代完一切，她和伊万一起去了市集，而马克也去跟老情人告别。他表示自己很快就要当爷爷了，不应该和他继续纠缠不清。此时的詹娜憋闷和委屈无处诉说，只能借酒消愁，试图忘记烦恼。马克回来时给他带了几颗蜜饯，詹娜也毫不客气拿了一颗放进嘴里。他一边用力踩他腌好的酸菜，一边对坐在对面的马克怒目相对。然而马克却假装尝酸菜咸淡，径直走过来，趁詹娜不备，又一次伸出罪恶的双手。等伊万回来时，只看到詹娜正用力搓洗身上的每一寸皮肤。她全身赤裸站在伊万面前，质问他为何要如此排斥自己。伊万不敢看他，更没有回答，但他逃避的态度还是让詹娜彻底崩溃。他整整2天2夜没有回家，躲在树林深处的老地方打猎。詹娜不容他再逃走，直接将人堵住不放。而这一次，伊万也终于将不得已的苦衷说了出来。原来在他8岁那年，不幸被野猪咬坏下身，再也无法过正常的夫妻生活。父母一直将这个消息隐瞒，除了商店老板之外，村里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。Je pa to meni važno. Moramo se mi fino slagati i živjeti i bez toga. 詹娜心疼地抱着丈夫，坚定地告诉他自己不会离开，更不会嫌弃。这一晚是夫妻结婚以来第一次相拥而眠。随着这个秘密的公开，伊万的心理负担逐渐放下，两人也像是热恋的情侣一样，无时无刻都在打情骂俏。然而这样和谐的一幕却让马克嫉妒心爆棚。此时的伊万并不知道父亲的怒火从何而来，只是每天都和詹娜如胶似漆。他会主动帮詹娜做家务，还会亲自教她如何骑自行车。可短暂的甜蜜过后，隐藏在这桩婚姻背后的肮脏却不可避免的暴露。这天两人去逛商店时，詹娜突然晕倒不省人事，等她醒过来却被告知已经怀有身孕。伊万铁青着一张脸将她带回家，关起门后再也忍受不住怒火，质问她孩子的父亲是谁。Čije je to bosansko kopilo? Čega, sine? Jo, sine, nemoj. Šta nemoj? Šta nemoj? Hoćeš da na bosansko kopile hoda po kući? Šta možda? Dosta! 父母的及时出现总算是让伊万暂时冷静，但他也又一次开始去老地方打猎。
树林里的每一只野猪都是他的仇人，似乎只有扣动扳机那一刻，才能让仇恨得到平息。很快，詹娜怀孕的消息传遍整个村庄，商店老板娘也特意来探望。可没想到，刚走进院子，就听到詹娜的叫喊声，既是马克想要对她实施侵犯。从丈夫口中，她更是了解到一个让人窒息的真相。原来伊万母亲竟和丈夫一起策划了这桩婚事，甚至默许马克的所作所为。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堵住悠悠众口，让村里人相信儿子是个正常男人，正常到可以娶妻生子。伊万母亲总是祷告，却做着龌龊的事情，终究还是自食恶果。第二天，詹娜的惨叫传遍整个院子，经医生诊断，她不仅流产，而且以后也无法再生育。然而就在詹娜身体刚刚恢复好，马克竟然还想对她行不轨之事，而这一幕也恰好被伊万撞破。父子俩发生争执时，伊万不小心将父亲推倒，直接导致他撞上身后的铁犁身亡。父亲的死也让伊万彻底从过去解脱。要不是当年他私会情人，让自己独自一人跑到树林，就不会被野猪咬，更不会有现如今的悲剧发生。所有事情罗列在一起，终于让詹娜承受不住。她时而疯癫，时而清醒，每晚都把枕头当孩子一样哄睡。再将婆婆最宝贝的挂画拿下来，放着赞歌，让自己平静。而婆婆则心急如焚，一心只想将画抢回来。Pusti mi sliku ja! Pusti me! Sliku! Daj joj sliku! Nisi čula šta ti čovjek naredio? Mamo! Tebi sam rekao. 伊万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生活，终于让他心理防线彻底崩塌。在一个雾气缭绕的清晨，他走到井边，结束了自己短暂悲惨的一生。等商店老板娘过来时，只看到可云一样疯癫的詹娜，还有一直想要拿回挂画不停絮叨的婆婆。当目睹井里儿子的尸体后，婆婆放声大哭，凄厉的惨叫也将詹娜彻底叫醒。她拿过伊万的皮鞋小心擦拭，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，但对于詹娜来说，却像是回到了刚来到这里的那一天。第二天，她在公鸡打鸣的第一声中醒过来，还是出来时那间破旧的小屋，房间里那只小老鼠也还在，但这一次詹娜却将它放在门口，让她去寻找自由。这正如她自身的写照，在踏过一路的荆棘之后，她也终于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。她将不再有所畏惧，因为从今往后，她的脊背已经挺直，成为了这里名副其实唯一的女主人。Le vent dénoue les fils du crépuscule. Chaque écume porte un fragment d'adieu. Ô voyageurs aux ailes de brume, traverse les miroirs du néant, là où l'aube épouse l'abîme, notre chambre renaîtra dans les courants.